赵丽颖公园遛弯又上热搜，粉丝苦等2月，她终于要出来上班了。3月13日，有媒体发布赵丽颖在公园遛弯视频。视频中，赵丽颖一身休闲装，白色羽绒服，蓝色鸭舌帽，口罩遮得严实，手里拎着把玩具剑，慢悠悠地散步，没助理，没跟拍，就一个人。视频传上网，评论区话风出奇一致，她怎么又在遛弯？姐，遛完弯能不能出来上个班？双引号。这话听着像催更，其实是粉丝盼了2个月的心声。上一次在荧幕上见到赵丽颖，还是1月26日小城大事大结局。那之后，她就跟人间蒸发似的。新剧没官宣，综艺没影儿，机场摆拍更是不存在。唯一能证明她还在营业的，就是隔3差5被路人偶遇，今天骑车，明天买菜，后天遛弯。粉丝从最初的让她好好休息，到后来的差不多该出来了吧，再到现在的3月18日，终于有盼头了。2个月的时间跨度，把期待值拉满了。3月18日这天，赵丽颖确实要上班了。傅绿德压官宣，3月18日晚19点整，赵丽颖将做客品牌天猫直播间。这是她2026年第一次公开身家线上商业活动。说来有意思，别的明星直播，粉丝操心的是销量；赵丽颖直播，粉丝操心的是终于能看见活的她了。有粉丝在超话里写，日子过得跟没有赵丽颖似的，总算能倒数了。双引号。这话听着心酸，但也能理解。毕竟小城大事那会儿，赵丽颖演的李秋平从镇长干到市长，基层干部的扎实劲儿让人上头。剧播完，观众还沉浸在粤海精神里没缓过来，人没了，搁谁不盼。但换个角度看，赵丽颖这种状态，恰恰是内娱独一份的。大多数明星活在数据焦虑里，怕被忘记，怕热度降，怕空窗期太长影响商业价值，于是拼命刷存在感，恨不得365天活在热搜上。赵丽颖倒好，热搜是路人帮她上的，上的内容还是遛弯买菜。2个月不公开露面，她该干嘛干嘛，素颜出街，独自溜达，完全不在意被看见这件事。这种松弛感不是装出来的。从风吹半夏到幸福到万家再到小城大事，她一步步把演技2个字焊死在身上。飞天奖拿过了，口碑立住了，路人盘大到可以在爆款剧之后消失2个月而热度不减。她不需要靠频繁曝光维持存在感，不需要用私生活填作品空档期。她敢让粉丝盼着，而不是赶着。该遛弯遛弯，该上班上班，按自己的节奏走。作为一个看着赵丽颖一路成长的影评人，同时也难免带点老粉滤镜，每次看到她被路人偶遇遛弯、骑车、买菜这种新闻时，总会产生一种颇为有趣的观感，仿佛她身上始终存在着一种与娱乐圈节奏格格不入的慢拍。而这种慢，并不是停滞，而是一种对自我节奏极为清醒的掌控。在如今的内娱生态里，演员似乎越来越难拥有消失的权利。社交平台、热搜榜单、品牌活动、综艺曝光，所有东西都在提醒明星你必须不断出现，否则就会被遗忘。可偏偏赵丽颖似乎从不遵守这种潜规则。她可以在一部剧大爆之后，忽然像按下暂停键一样，从公众视野里淡出一段时间。不是去参加10几个活动，也不是每天营业更新，而是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这种状态反而更像一个真正的演员。当我们回看他这些年的作品轨迹，从幸福到万家到风吹半夏，再到小城大事，会发现他的表演路径非常清晰，从偶像剧体系中走出来，逐渐扎根现实主义题材。他不再执着于女主光环的浪漫叙事，而更愿意进入那些带着生活尘土气息的角色。那些角色并不完美，有时甚至带点倔强、粗粝，甚至狼狈，但恰恰因此显得真实。
小城大事里的李秋平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在现实压力、制度磨砺与个人信念之间一点点成长。赵丽颖在这个角色里最打动人的，并不是那些情绪爆发的戏，而是许多极其细微的瞬间，会议桌前短暂的沉默，面对群众问题时的迟疑，独自一人时的疲惫。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让人物逐渐有了厚度。很多演员会把演技理解为情绪的外放，而赵丽颖这些年反而越来越往收的方向走。她的表演变得克制，甚至有些冷静。镜头越是靠近，她的情绪越是往内里沉。这种变化其实是演员成熟的一种标志。也正因为如此，她似乎越来越不需要频繁地证明自己。奖项方面，他早已凭借现实题材作品获得过极具分量的认可。口碑方面，他在普通观众中的好感度也逐渐稳定下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在内娱颇为罕见的现象，一位顶流演员可以在剧播完后消失2个月，结果每一次被偶遇遛弯都能轻松登上热搜。这背后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明星气质，他既不刻意维持神秘，也不主动制造曝光，他只是过自己的生活，而公众恰好对这种真实产生了兴趣。所以当粉丝在评论区调侃姐遛完弯出来上班吧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温柔的互动关系。大家并不是焦虑他是否还有资源，而只是单纯的想再次在屏幕上看到他新的角色。从影评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演员最理想的状态。观众等待的不是他的八卦，而是他的作品。3月18日的品牌直播或许只是一次简单的商业活动，但它在粉丝心里更像是某种重新出现的信号。就像电影散场之后灯光再次亮起，人们忽然意识到，原来那个演员还在，只是暂时离开了舞台。而对于赵丽颖来说，这种离开从来不是退场，而更像是一次短暂的幕后休息。等下一次镜头重新对准他时，观众往往会发现，他又带着一个新的角色回来了。如果说很多明星是在追赶热度，那么赵丽颖更像是在等待角色。这种等待看起来安静，却需要极大的定力。也正是这种定力，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慢慢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演员轨迹。所以当网友再次看到他在公园里慢悠悠的遛弯时，其实可以把这当成一个小小的预告片，一个演员正在生活里积累情绪，观察世界。等到下一部作品出现时，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或许都会悄悄变成角色的一部分。而这大概就是赵丽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她不像一颗一直燃烧的烟花，更像一盏稳定的灯。或许不喧哗，却始终在那里，等着下一次故事开始。与凤行热度炸裂，赵丽颖成内娱首位双平台破万女演员。古装仙侠剧的赛道向来拥挤，但赵丽颖似乎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近期，随着与凤行的热播，这位内娱拼命三娘再次用实打实的数据证明了什么叫做扛剧女王。该剧不仅在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值突破3万大关，更在湖南卫视的收视表现一路高歌。赵丽颖也因此成为内娱首个实现双平台热度均破万的女演员。这一成绩不仅是对她个人号召力的加冕，更是对内容为王这一朴素真理的最好回应。从花千骨的懵懂灵动，到楚乔传的坚韧果敢，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始终与大女主的成长轨迹紧密相连。这一次，她在《与凤行》中饰演的碧苍王沈黎，一出场便是手持长枪，英姿飒爽的女战神形象，打破了传统古偶剧中女性角色柔弱依附的刻板印象。沈黎为了逃婚不惜坠落人间，从高高在上的神界统帅到需要为生计发愁的落难凤凰。这种身份的巨大反差与赵丽颖自身的草根逆袭气质不谋而合。她将角色的清冷、傲娇与内心的柔软拿捏得恰到好处，让观众在看剧时不仅是在看一个虚构的故事，更像是在见证一位老朋友在不同维度的精彩人生。数据不会说谎。
腾讯视频热度直破3万，意味着在互联网端，该剧吸引了海量年轻用户的追捧。弹幕里满屏的女王霸气，赵丽颖古装 YYDS 是观众最直接的反馈。而在湖南卫视，作为传统电视媒体的收视大户，与凤行同样拿下了破万的收视佳绩。这说明赵丽颖的受众群体跨越了年龄层与媒介习惯，无论是习惯倍速追剧的年轻人，还是习惯守在电视机前的家庭观众，都被她塑造的沈黎所征服。这种双平台通吃的现象，在流量明星层出不穷的当下，实属罕见。它不仅仅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更是赵丽颖多年来深耕演技、积攒路人缘的厚积薄发。与凤行的成功，也再次引发了业内外对于好演员定义的思考。在这个滤镜开满、替身横行的时代，赵丽颖依然坚持亲自完成大量的动作戏与情感戏。剧中那些行云流水的打斗场面，背后是她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与对动作设计的反复打磨。她不需要过度的美颜来掩盖瑕疵，反而用真实的情绪波动去感染观众。这种敬业精神，让与凤行脱离了单纯谈恋爱的浅薄，赋予了剧集一种沉甸甸的质感。赵丽颖用与凤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行业纪录，双平台破万。这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更是无数观众用遥控器和鼠标投出的信任票。在这个春天，沈黎的故事还在继续，而赵丽颖的演艺版图显然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她去征服。回望她近几年的转型之路，从知否的沉淀到风吹半夏的霸气，再到幸福到万家的坚韧，她早已不再满足于古偶的舒适圈。展望未来，手握乔妍的心事在人间浴火之路等多部现实题材待播作品，甚至与冯小刚导演合作了《向阳花》，赵丽颖正在用一种近乎清冷的清醒，一步步向大银幕和更具深度的角色进发。我们有理由期待，当流量的喧嚣散去，那个曾经的圆脸丫头，终将蜕变为真正能驾驭大银幕的大青翼。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华语影视市场的观众，当看到与凤行再次掀起讨论热潮时，我其实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当下竞争激烈、题材同质化严重的古装赛道中，真正能够稳定扛剧的演员并不多，而赵丽颖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特质，既能与角色共生，又能在类型剧里不断打破观众的预期。很多观众最初认识赵丽颖，或许是从《花千骨》开始，那时的她身上带着一种天然的灵动与纯粹，让小谷这个角色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但真正让人意识到她可塑性的，其实是在之后的作品里。从楚乔传的楚乔，到如今与凤行的沈黎，她并没有停留在柔弱女主的安全区，而是不断把女性角色推向更复杂、更坚韧的维度。与凤行中沈黎这个人物设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戏剧张力，神界统帅、战力爆表的碧苍王，却偏偏在命运安排下坠入人间，经历一种从权力中心到凡俗世界的落差。这样的角色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流于表面的女强设定。但赵丽颖的表演让沈黎既有战神的锋芒，也有情感的温度。她在战场上的眼神是凌厉的、克制的，而在人间生活时，那种略带傲娇又隐约柔软的状态，又让角色显得格外真实。从表演层面来看，赵丽颖其实非常擅长情绪分层。她不会用夸张的表情去表达情感，而是通过眼神与细微的肢体变化慢慢递进。比如沈黎面对命运安排时那种若有若无的倔强，或者在感情面前的迟疑与克制，都被处理得相当细腻。这种表演方式也让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而不是只停留在看剧情的层面。如果从行业角度看，与凤行能够实现双平台破万，其实不仅仅是热度问题，更是一种观众信任的体现。如今的影视市场早已不再是单纯依靠流量就能撑起一部剧的时代，观众的审美在提高，对剧情、制作、演员表现都有更高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
赵丽颖仍然能够持续输出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本身就说明她已经完成了从流量明星到稳定演员的过渡。更有意思的是，她的职业轨迹与很多传统意义上的明星路径并不相同。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也没有强大的资本背景，但正因为如此，她身上始终保留着一种非常真实的奋斗气质。很多观众会觉得，她演那些在命运中不断抗争的角色时，总有一种天然的说服力，仿佛角色的经历与演员自身的成长轨迹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呼应。近几年她的转型也非常值得观察，从古装领域的高人气作品到现实题材的突破，她其实一直在尝试拓宽自己的表演边界。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都已经证明她不仅能演古装偶像剧，也能驾驭现实主义题材中更加复杂的人物关系。正因为有这样的积累，与凤行的成功看起来才显得顺理成章。观众看到的不是一次偶然的爆款，而是一个演员在多年努力之后的自然回响。沈黎这个角色也像是赵丽颖职业阶段的一个缩影，既有锋芒，也有沉稳，既有力量，也有温度。站在今天回看赵丽颖的演艺之路，会发现她的成长节奏其实非常特别。她不是那种一夜之间爆红然后迅速消失的明星，而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位置站稳。每隔几年，总会有一部作品重新刷新观众对她的认知。从花千骨到知否，再到如今的与凤行，这种持续输出优质角色的能力，本身就已经成为她最重要的行业标签。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很多演员还在焦虑流量是否还在的时候，赵丽颖似乎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阶段。她不再需要证明自己能不能红，而是在慢慢证明她能够在不同类型的作品里留下什么样的角色。对于演员来说，这可能才是真正长久的价值。如果说与凤行为2026年的国产剧市场留下了一个重要记忆，那么沈黎这个角色也很可能会成为赵丽颖古装形象中的又一座里程碑。观众喜欢的不只是角色的强大，更是那种在命运起伏中仍然保持自我，不断向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也是赵丽颖这些年来最动人的地方。她像一只真正从风里飞出的凤凰，不是因为命运眷顾，而是因为每一次振翅都来自于自己。才发现，赵丽颖才是内娱活人天花板，不装不端真性情赢麻了。赵丽颖被夸到消失，内娱这种活人真的是绝种了。就在刚刚，一则关于赵丽颖被夸到害羞躲避镜头的新闻引爆了热搜，阅读量直接飙升到 4.2 亿。事情是这样的，2026年1月底，小城大事剧组直播时，突然传来黄晓明74岁母亲的语音，他开口便大加夸赞赵丽颖，丽颖这姑娘真是太靠谱了，戏里戏外都特别踏实，做事绝对要做到最好才肯罢休。结果镜头里正悠闲喝水的赵丽颖，一听到夸奖，脸颊立马红了，慌乱间直接滑出了镜头，仿佛物理消失，还笑着摆手求饶，阿姨别夸啦。这一幕立刻触动了无数网友的心，大家纷纷表示，这也太真实了吧，不做作才是顶级活人感。说实话，如今的娱乐圈，很多明星面对镜头的反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夸奖他们时，要么就凡尔赛，要么直接开始做广告。但是赵丽颖却展现出了那种本能的害羞和避让，简直让人联想起过年时被亲戚夸奖，害羞到想钻桌子底下的自己。这种真不假装，是她的天然魅力。前不久，有狗仔爆料说要炒作她的绯闻，结果他们发现赵丽颖的日常生活简单到令人震惊，要么在陪孩子，要么就在剧组。面对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导演绯闻，她竟然懒得做任何公关，只是在社交平台上直接甩出了3个字：算你妹。那种洒脱劲儿，真让人感到爽快。她这种不做作、不端架子的个性，就是观众最爱她的原因。
说到敢拼，他甚至敢对自己下狠手。别看赵丽颖在采访中声音软糯、温柔似水，实际上为了角色，她真的是可以狠下心来折磨自己。拍第20条时，她饰演一位聋哑母亲郝秀萍，为了一个眼神，她反复练习了上百遍，甚至全素颜出镜，头发弄乱。最后，连张艺谋都忍不住称赞，她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了。拍摄《小城大事》时，为了演好80年代的基层女干部李秋萍，她将多年来留长的头发剪短，提前3个月就泡在档案馆超限制，学骑28自行车，一摔就是满腿淤青。更厉害的是，在零下5度的暴雨戏中，她毫不犹豫地拒绝替身，扛着沙包在泥泞中跑，直到脚底渗血，她才向导演问：够真了吗？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命，她的回答很简单：你对自己没有要求，那还活个什么劲？从廊坊农村走到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赵丽颖这条路她走了近20年。当年有人说她圆脸演不了主角，她用7年龙套角色磨练演技。后来有人说她撑不起高奢品牌，但今年她直接拿下了纪梵希的首位华人双线全球代言人，并且黑裙盘发的造型也在时尚圈引起了轰动。她那份不装不端的真性情，以及对专业的死磕精神，在如今这个滤镜比脸厚、人设比纸脆的娱乐圈，实在是太稀有了。所以，为什么赵丽颖能够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赵小刀？因为她的真诚，永远是她最坚实的底牌。在如今高度包装、处处充满人设感的内娱环境里，像赵丽颖这样带着强烈活人气息的演员，其实越来越稀少。很多观众之所以会被她打动，并不仅仅因为作品成绩，而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真实感，那是一种没有刻意经营，也不需要精心表演的自然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真实比任何营销都更有力量。从影像表达的角度来看，赵丽颖身上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她把生活里的笨拙和角色里的锋利同时保留了下来。镜头外，她常常显得有些腼腆，甚至略带一点社交上的局促。但一旦进入角色，她的情绪控制、人物理解却异常精准。这种反差恰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表演魅力。很多演员在镜头前表现得过于熟练，以至于所有反应都像是提前排练好的，而赵丽颖偶尔流露出的那种不知道该怎么优雅应对夸奖的瞬间，反而显得格外真实。如果把她的职业轨迹放进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环境来看，会发现她的成长路径其实非常典型又非常稀有。典型在于，她确实经历了长时间的配角与龙套时期；稀有在于，很多人停留在那个阶段就消失了，而她却在漫长的磨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而扎实的表演方法。从早期古装角色的清甜，到后来现实题材中更具厚度的人物，她的转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步一步慢慢累积出来的。例如在第20条这类现实题材作品中，她明显减少了外在的表演技巧，更强调人物情绪的内敛表达。饰演聋哑母亲时，她几乎把所有情绪都压缩在眼神与肢体里，这种去表演化的处理方式，实际上非常符合现实主义影像的逻辑。导演张艺谋曾经评价她已经不是过去的赵丽颖，某种程度上正说明她在表演体系上的成熟。再看她参与的现实题材剧集，比如《小城大事》，这种年代基层叙事，对演员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情绪爆发，而是细节真实。骑自行车的姿势、说话的节奏，甚至走路的状态，都需要贴近那个时代的生活机理。赵丽颖为了角色提前做大量生活体验，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也非常有效的演员方法。她或许不如流量营销那样显眼，却能在镜头里留下真实的重量。当然，观众讨论最多的仍然是她那种带着一点直球感的性格。面对绯闻时不绕弯子，面对夸奖会害羞躲开，这些看似很小的瞬间，
其实构成了一种与观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因为在娱乐工业里，观众已经习惯了被精致的人设包围，而当一个明星表现出真实情绪时，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他和我们一样的共鸣。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真实感并没有削弱他的明星气质，反而强化了他。他既能在时尚活动中呈现出冷静利落的气场，也能在综艺或直播里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局促。这种双重气质让他在商业形象与大众亲和力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平衡。比如他成为 Givenchy 全球代言人时，那种黑裙盘发的造型其实非常成熟，但观众并不会觉得距离感很强，因为他们已经见过他生活里更松弛的一面。从电影评论的角度来看，赵丽颖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明星案例，更是一种演员成长模型。它证明了一件事情，在流量更迭极快的娱乐行业里，如果演员能够持续投入角色，不断拓宽题材类型，那么时间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资本。那些早年被质疑的地方，比如圆脸、气质不够高级，最终都被作品慢慢消解。所以，当很多网友说他是内娱活人天花板的时候，这个评价其实不只是调侃，它背后反映的是观众对于真实表达的一种渴望。娱乐工业可以制造无数完美的形象，但真正能够被记住的，往往是那些带着一点笨拙，却始终真诚的人。而赵丽颖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大概正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符号，她只是一步一步把戏演好，把生活过好，剩下的部分交给时间和观众。某种意义上，这种朴素的坚持比任何精心设计的人设都更有力量。被骂出来的收视女王，赵丽颖的很，粉丝都心疼。家人们，最近看到赵丽颖参加活动的生图，我的天，她那状态真的是惊艳了，简直太能打了。穿着一袭优雅的长裙，温婉又大气，眼睛里仿佛藏着无尽的故事与坚定的信念。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初被全网嘲笑为土里土气、圆脸演不了主角的那个姑娘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赵丽颖，我觉得最贴切的说法就是：别给我机会，否则你将会见证什么叫奇迹。她身上那股子不服输得很近，真的是不一般，别人都做不到的决心与坚持。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这一点是老粉丝们都知道的。她来自河北廊坊的一个小村子，家境普通，跟那些出身名门的演员相比，她真的是毫无背景。但她的坚持与努力，才是她最大的资本。刚进娱乐圈时，因为脸圆，甚至有导演直接劝她去做面部手术，觉得这样红不了。网络上的评价也是无情的，什么土圆肥，农村出来的就是没气质，这些话听起来，至今都让人心痛。如果是别人，可能早就灰心丧气，甚至会真去动手术。但赵丽颖偏偏不，她心里暗下决心，圆脸就不能演主角吗？那我偏要演给你们看。她没有做过多的抱怨，而是埋头苦干，从跑龙套开始，一干就是7年。这7年里，她接下了所有的小角色，只为了多出现在镜头前，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后来，大家都知道她的故事了，她终于迎来了陆贞传奇的机会，接着是现象级的花千骨，再到楚乔传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部接一部，都是热播剧，直接让她成为了收视女王的代名词。这背后藏着的却是她无数的汗水和努力。365天有300多天，她都在剧组里拼命工作。拍戏从不用替身，什么高难度的吊威亚、骑马、打戏，她都亲自上。拍楚乔传时，她在内蒙古40多度的沙漠中被拖来拖去，身上满是伤。拍知否时，她通读剧本，把角色明兰那种隐忍与通透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她实在是坦诚地回答：我不想让喜欢我的人失望，也不想辜负每一个找我演戏的导演。这话听起来简单朴实，
但能做到的有几个呢？这就是他用行动证明的。机会来了，我不仅要抓住，还要牢牢抓住它。人红是非多，赵丽颖的黑料那几年真的是让人看了心疼。喝个水被恶意截图，说她没素质；结婚生子被全网关注；离婚之后又有一堆人等着看她的笑话，说什么离异带娃，事业肯定下滑。但是你看她有回应过吗？没有。她从来不在社交媒体上诉苦，也从不解释自己的困境。被黑了，她默默拍戏；离婚了，她干净利落地进入剧组，继续工作。她用行动告诉大家，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价值不需要婚姻来定义。现在的她，离婚后反而更加光芒四射。那种从内到外的松弛与强大，真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自信底气。她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保护的小花，而是能为自己撑起一片天的大女主。很多人红了之后，会待在舒适区里，演着同样的角色赚着钱。但赵丽颖没有，她可以演可爱的小谷，也可以演隐忍的明兰。当大家都觉得她只能演古偶时，她又接下了《幸福到万家》里的农村妇女和幸福满身泥土、倔强坚韧。接着又是《风吹半夏》里的女企业家许半夏，敢闯敢拼，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里展现自己的野心与拼劲。这个转型真的太漂亮了，她再次证明了自己。她就像剧中的许半夏一样，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有能力去得到。这种对事业的清晰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实在是太狠了。从全网群嘲的土妞，到如今光芒万丈的事后，赵丽颖这一路走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那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她拼尽全力，努力生活，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她让我们相信，起点低没关系，被质疑也没关系，只要你不放弃，咬紧牙关往前走，总有一天，你能亲手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华语影视生态的影评人，每当谈到中国电视剧行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演员时，赵丽颖几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她的成长轨迹本身就像一部极具戏剧张力的现实题材作品，起点普通，质疑不断，却一步步完成了极具说服力的自我证明。如果回头看她的演艺历程，会发现她并不是那种一夜成名的演员。早年在各类剧组中跑龙套，饰演小角色的阶段，恰恰是她最重要的表演训练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经历，让她逐渐形成一种非常扎实、接地气的表演方式。后来当机会真正降临，比如在《陆贞传奇》中担任女主角时，她已经拥有足够的经验去承载一个完整角色的情绪弧线。真正让她进入全民视野的是现象级古装剧《花千骨》。这部作品不仅刷新了当年的收视记录，也让赵丽颖的表演风格被观众彻底记住。她擅长把角色的单纯、执拗和成长变化层层递进地表现出来。《花千骨》从天真少女到命运悲剧的转折，其实非常考验演员对情绪的控制，而她恰好把这种变化处理得极具感染力。随后，她又在《楚乔传》中展现出更强烈的女性力量。楚乔这个角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柔弱女主，而是带着明显的反抗精神与成长野心。赵丽颖在动作戏与情绪戏之间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让角色既有力量感，又保持真实的人性温度。而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她演艺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质变，出现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这部剧中，她饰演的盛明兰并不靠情绪爆发取胜，而是通过克制与隐忍来塑造人物。这种表演方式其实非常考验演员的细节处理能力，眼神、语气、停顿都必须精准，否则人物很容易变得平淡。但赵丽颖恰恰在这些细节上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成熟度。更值得讨论的是，她并没有停留在古装剧的舒适区。当不少演员仍在重复相似角色时，她主动进入现实题材。在《幸福到万家》里，她饰演农村女性何幸福，
人物的质朴与倔强被演得极具真实感。而到了风吹半夏，他又塑造了充满野心与魄力的女企业家许半夏。两个角色气质完全不同，却都带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这种跨度恰恰体现出他在角色选择上的清醒。从行业视角来看，赵丽颖身上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特质——稳定性。无论是古装类型剧还是现实题材作品，她的作品往往都能获得不错的市场反馈。很多制片方愿意与她合作，并不仅仅因为流量，更因为她能为项目提供一种相对可靠的完成度保证。这种信任其实是演员多年积累下来的职业信誉。当然，她的公众形象也经历过复杂的舆论周期。娱乐行业从来不缺争议，但赵丽颖的处理方式一直比较克制，很少公开回应争议，更倾向于用新作品来回应外界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态度反而让她逐渐形成一种作品型演员的气质。如果用影评的角度总结她的魅力，那大概就是一种非常朴素却顽强的职业精神。她并不是那种天生带着耀眼光环的明星，但她的成长路径让观众看到一种真实而持续的努力。每一次角色变化，每一次类型尝试，都像是在为自己的演员履历增加新的层次。也正因为如此，赵丽颖的故事往往会让很多普通观众产生共鸣。她的成功并不依赖传奇式的机遇，而更像是一种长时间积累后的自然爆发。这种从质疑中成长，从压力中突围的经历，本身就具备很强的叙事力量。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再次看到她出现在镜头前时，总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情绪，既熟悉又惊喜。熟悉的是那个始终努力的演员，惊喜的则是他总能在新的角色里带来不同的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赵丽颖不仅塑造了许多角色，她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像一部正在持续更新的电视剧，剧情并不依赖奇迹，而是依赖坚持。正是这种长期的稳定与韧性，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影视行业里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存在感。王一博巴黎时装周大放异彩，流利英语彰显中国青年文化自信。最近网上有人调侃王一博原名是王杰，感觉很好笑。王一博自己说过，王一博一直是他的本名，王杰只是家人取的小名，因与长辈重名未用作正式名字。这份小误会恰恰印证了他从未靠改名博眼球，始终以最真实的姿态闯荡娱乐圈。而2026巴黎时装周，王一博用一场震撼全球的表现，让世界记住了这个自带光芒的名字。秀场上的他，最惊艳的不只是颜值与穿搭，更是流利自如的英语实力。与品牌高层、国际大咖全程无障碍交流，无需翻译，从容淡定，快速对话间尽显语言功底。从纪录片全英文旁白，到北美拍摄的实战打磨，再到早年练习生时期积累的韩语基础，王一博的语言天赋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日复一日低调沉淀的成果。上海话、临时学的方言都能快速掌握，这份学习力与专注力，本就是他最动人的底色。这场时装周，王一博彻底打破了时尚圈的固有认知。作为3大顶奢全球代言人，他同时亮相分属不同集团的品牌大秀，成为全球首位打破奢侈品竞品互斥100年规则的艺人。外媒盛赞他是统一全球审美的东方富豪。第10次亮相香奈儿大秀时，那份发自内心的杜香微笑，被法媒评价为冲破文化隔阂的感染力。同款单品搜索量单日暴涨4700%，商业号召力一骑绝尘。权威机构 ONCLUSIVE 发布的时装周名人声量榜，更是给他的国际影响力搁下硬糊印章。全球234位名人中位列第11，是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榜单只统计海外社交平台数据，剔除本土流量，这份成绩含金量拉满。他代言的3大品牌全部冲进品牌声量榜 Top 15，仅一人就贡献了 LOEWE 超80%的声量，
创下品牌绑定艺人的行业纪录，用数据证明东方面孔在国际时尚舞台的不可替代。更难得的是，王一博始终保持着谦逊与松弛感。秀场上摇饼干、整理衣领的小细节，搭配流利口语，形成反差萌，没有刻意端着巨星架子，却自带让人移不开眼的气场。在与前辈互让 C 位的瞬间，他用专业与素养传递着文化自信，被官媒点赞为正能量典范，真正做到了颜值、实力、人品三在线。从洛阳走出的少年，到征服巴黎的国际顶流；从默默努力的练习生，到改写时尚规则的先行者，王一博从不用炒作博关注，只凭实力说话。他的爆火是努力配得上野心，是实力配得上荣光。这场巴黎盛宴不是终点，而是王一博走向世界的新起点。这个始终清醒、低调、专注的男孩，注定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中国艺人的耀眼光芒。如果从影像叙事的角度去看待这次巴黎时装周上的王一博，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镜头感。很多艺人走秀像是在完成一场商业活动，但王一博却像是在参与一段正在被记录的电影片段，人物进入空间，观察环境，与他人互动，再自然离开。这种不刻意设计却极具存在感的气质，其实正是电影演员身上非常难得的特质。作为长期关注华语演员成长轨迹的观众，我常常觉得王一博身上有一种慢热型角色的质感。第一次注意到他的人，可能会先被他的外形或舞台表现吸引，但真正持续观察之后，会发现他身上最有意思的部分其实是克制与专注。比如在这次巴黎时装周的现场，他用流利英语与品牌负责人交流的片段，并不是那种刻意展示语言能力的场面，而更像是演员在真实生活中的自然表达。镜头如果捕捉这一刻，你会发现他的语气平稳，节奏从容，既没有紧张的停顿，也没有刻意夸张的表现，这种自然度本身就是一种修养。电影表演里有一个常被提及的概念叫内在行动，演员不需要时时刻刻释放强烈情绪，但只要人物内心在运行，观众就能感受到力量。王一博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他不属于那种话很多、存在感极强的类型，反而常常用安静和专注制造气场。巴黎秀场上，他咬着饼干，整理衣领，微微一笑的那些瞬间，其实非常像电影中的生活化镜头，看似随意，却让角色显得真实。很多国际媒体提到他那种松弛的气质，其实正是演员感最重要的一部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次巴黎时装周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时尚曝光。中国年轻演员正在逐渐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新面孔，而王一博正好处在这个浪潮的前沿。能同时作为多个顶级品牌的重要合作对象，本身已经说明他在全球市场的辨识度。但更关键的是，他并没有把这种国际舞台当作单纯的流量展示，而是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参与其中。无论是与设计师交流，还是与海外艺人互动，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这种从容其实比任何华丽造型都更有力量。很多人喜欢把王一博形容为顶流，但如果用电影视角去理解，他更像一个仍在不断打磨自己的演员。舞蹈、摩托车、语言能力、影视表演，这些看似分散的技能，其实都在一点点构建他的个人气质。演员最怕的是单一标签，而王一博恰恰一直在避免被定义。他可以在舞台上充满能量，也可以在镜头前保持沉静。可以是动作戏里的年轻硬汉，也可以在时尚秀场上展现克制的优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在巴黎的那种不香微笑才会被媒体反复提及。那不是一种刻意营业的表情，而更像是一个年轻演员在世界舞台上的真实情绪，既兴奋又克制，既自信又保持礼貌距离。很多观众会在这样的细节里感受到一种文化气质，不张扬，却非常坚定。
从洛阳走出来的少年，到今天能够在巴黎与世界时尚对话，王一博的成长路径其实很有戏剧性，但与很多被故事化包装的成长不同，他的变化更像是慢慢积累出来的。语言能力不是突然出现的，气场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长期训练、工作和观察世界的结果。如果把这一切放进更长的时间线里看，也许会发现巴黎时装周只是一个片段。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年轻演员还在不断扩展自己的可能性。也许未来某一天，当观众回头看今天的这些画面时，会觉得他们像电影序章，一个中国演员走向更大舞台之前的开场镜头。而对于喜欢他的观众来说，最迷人的或许正是这种尚未完成的成长感。舞台会变，角色会变，时代也会变，但那种专注做事的状态如果一直存在，那么无论是在电影银幕还是世界舞台上，王一博都还有很多故事值得被继续记录。王一博 LOEWE 秀场随拍，高级氛围感藏着不迎合的松弛笃定。巴黎时装周的罗意威大秀一向是全球时尚界瞩目的焦点，而王一博的出现无疑为这场艺术盛宴注入了一抹最夺目的亮色。摄影师 Chen 因捕捉的这一组随拍，摒弃了精修映照的刻意雕琢，也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商业摆拍，仅凭复古胶片的质感色调，就将 LOEWE 内在的艺术松弛感与王一博独有的冷感疏离气质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即便只是抓拍的瞬间，也透出直击人心的氛围感，再一次印证它与 LOEWE 的契合从来不只是表面的品牌合作，而是一种精神内核的深度共鸣。这套造型的精髓正是 LOEWE 标志性的反奢华的精致。亮蓝色廓形夹克作为全套造型的核心单品，品牌经典的宽松剪裁既不紧绷，也不束缚身形，自带一种不被规训的松弛气场，同时又用利落的线条维持了高级时装应有的质感，没有丝毫拖沓与臃肿。在复古胶片的色调里，高饱和的湖蓝色既足够抢眼，又绝不显得浮夸，宛如巴黎阴天里的一抹晴空，瞬间打破秀场的沉闷。内搭的撞色连帽设计，袖口的条纹细节，则成为整套造型的点睛之笔。叠穿的层次感削弱了夹克的冷硬感，增添了几分复古街头的随性自在，让整体造型在高级质感之外，多了几分不费力的少年气息，完美契合了 LOEWE 艺术生活化的品牌理念。更令人动容的是，它骨子里的冷感气质与毫不做作的松弛状态交织在一起。整组照片没有一张是刻意摆拍的姿势，全是行走间的抓拍，下车时的回眸，人群里的侧影，低头时的瞬间。他不为镜头管理表情，没有明星架子，甚至连眼神都未刻意迎合镜头，只是自在地融入人群，周身却散发出一种天然的疏离氛围。复古胶片的颗粒感，让他立体的轮廓、微卷的发丝更显故事感，仿佛一部欧洲文艺电影的原声画面，没有台词，却每个瞬间都承载着未言的情绪。这种不迎合、不刻意、不紧绷的状态，正是时尚镜头中最难得的特质。它无需表演，不需做态，仅凭做自己，就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强大气场。许多人疑惑，为何 LOEWE 持续偏爱王一博？答案从来不是流量，而是它与品牌精神的高度契合。LOEWE 自创立以来，从未只是追求 logo 溢价的奢侈品牌，它扎根于艺术与设计，用简约克制的手法传递不被定义、不迎合世俗的先锋精神。其美从来不是浮夸、讨好的，而是内敛、有风骨、自在生长的。而王一博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从舞台到荧幕，从赛车场到时尚秀场，他从未被世俗标签束缚，不迎合流量，也不讨好大众，总是以自己的节奏专注完成想做的事，把每件事做到极致。他的冷感不是人为设定，而是骨子里的专注与笃定。他的松弛不是随意摆烂，而是经历沉淀后的从容与自在。这种不受规训、
永远忠于自我的特质，与 LOEWE 的品牌内核从根本上保持同频共振。巴黎时装周从不缺乏华丽亮相和精修映照，但最能触动人心的，永远是这种原生、不刻意的瞬间。王一博的这组随拍，从来不是简单的品牌营业，而是他与 LOEWE 默契的又一次体现。他用事实证明，最高级的时尚，从来不是把昂贵的品牌 logo 堆满全身，而是人与衣物的完美契合，是骨子里的气质与态度，让时装拥有了灵魂。而属于他与 LOEWE 的故事，仍在悄然书写新的篇章。如果说这组随拍只是一次普通的秀场记录，那未免太低估了王一博在镜头里的表达能力。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那件来自 LOEWE 的亮蓝色廓形夹克本身，而是他与这件衣服之间那种几乎无声却有张力的关系。很多明星在时装周的镜头里，总会下意识地进入一种表演模式，姿态要标准，眼神要精准，角度要计算。但王一博恰恰相反，他仿佛并没有在拍照，而只是恰好被记录。正是这种不刻意的状态，让画面产生了一种近乎电影镜头的真实质感。从影像叙事的角度看，这组照片其实很像一段没有对白的长镜头。摄影师没有去强化明星光环，也没有把它放在绝对中心的位置，而是让它在环境与人群之间自然游走，下车、转身、低头、迈步。这些日常动作被复古胶片颗粒包裹后，突然多出一种欧洲文艺电影般的时间感，仿佛镜头并不是在记录一场时装秀，而是在捕捉一个年轻人穿过巴黎街角的瞬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氛围，让人想到很多法国新浪潮电影中的人物，他们不需要解释情绪，情绪就已经写在空气里。而王一博恰好拥有这种留白式表达，他的表情管理从来不是外放型的，而更接近克制与收敛之间的平衡。镜头里，他很少用夸张的情绪去填满画面，而是用细微的眼神变化和身体姿态去传递情绪。有人说这种状态是冷感，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并不是疏远，而是一种专注带来的安静气场。就像演员在表演时进入角色前的沉默时刻，看似平静，实际上内部情绪早已积蓄。这种气质与 LOEWE 的品牌语言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化学反应。很多奢侈品牌强调视觉冲击力，希望通过强烈的符号与设计去制造存在感，而 LOEWE 的魅力恰恰在于克制，它不急于表达，也不试图迎合流行节奏，而是用设计与材质慢慢建立一种艺术语境。于是，当王一博站在这样的语境里时，衣服不再只是造型道具，而更像角色的一部分。它不是在展示衣服，而是在生活在这件衣服里。从更宏观的时尚叙事来看，王一博这些年的变化其实非常明显。早期很多人记住的是他舞台上的锋利与速度感，那是一种年轻偶像特有的能量释放。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在公众影像中的表达逐渐变得更沉静、更克制。无论是电影镜头还是时装大片，他开始学会让情绪停留在边缘，而不是直接冲到画面中心。这种变化让他的镜头语言越来越接近演员式的表达，不需要过度说明，却能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也正因为如此，这组秀场随拍才显得格外耐看。第一眼看过去，是颜色鲜明的湖蓝夹克和巴黎阴天的光影对比。再看一遍，会注意到他走路时间线的放松，衣摆随步伐轻轻摆动的节奏。等到第三次再看，才会发现画面真正的魅力来自一种未完成感，仿佛镜头只是截取了故事中的一小段，而故事仍在继续。这种未完成感，其实正是很多电影镜头追求的东西。真正好的影像从来不会把意义全部说完，它会留下空白，让观众在心里补全情绪。而王一博在镜头里的存在方式，恰好具备这种潜质。他不是通过表演去占据画面，
而是通过气质去延伸画面之外的空间。于是，一张简单的街拍也能产生类似电影画面的叙事张力。所以，当有人问为什么 LOEWE 会持续选择王一博，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品牌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完美展示衣服的模特，而是一个能够让衣服产生故事的人。而王一博恰恰拥有这种能力，他站在那里，衣服就不再只是时装，而像是某个角色、某段旅程的一部分。在巴黎时装周这样光芒四射的舞台上，华丽亮相从来不缺，精修大片更是每天都在诞生。但真正能被记住的，往往是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一阵风吹起衣角，一个回眸落进镜头，或者只是一个人在街边停顿的片刻。王一博这组 LOEWE 随拍之所以动人，正因为他抓住了这种瞬间的真实。时尚从来不仅仅是衣服，而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当人与服装的气质在某一刻达成共振，镜头就会拥有灵魂。而在这组照片里，王一博与 LOEWE 之间那种安静却坚定的同频，正好说明了一件事：有些风格并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它只是恰好属于那个人。香奈儿大秀，谷爱凌显老气 ，Jennie 透视装辣眼，王一博又帅了。巴黎时装周一直是全球瞩目的时尚高地，更是各国艺人展示个人风采与审美品味的舞台。而今年的香奈儿2026秋冬大秀，不仅延续了品牌一贯的法式浪漫风情，还因一组后台抓拍照意外地引爆了网络。大量网友早早锁定了秀场的实时动态，期待能够第一时间捕捉明星们未加修饰的真实状态。没想到，一张三人并肩而立的后台合影迅速点燃了舆论的火花，相关话题一举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甚至连另一位韩系人气偶像的穿搭细节也被拿来反复比较，热度持续发酵，始终居高不下。2026年3月10日，微博热搜榜的首位被王一博、谷爱凌、张钧甯同框的肌肉含量强势占据。那张源自巴黎大皇宫香奈儿2026秋冬大秀后台的照片，瞬间成为了本届时装周期间最具传播力的东方视觉符号。当公众点开这张照片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发出惊叹：王一博、谷爱凌和张钧甯三人的体态线条清晰，肩背开阔，腰腹紧实，每一个动作中都透露出高度自律锻炼所带来的生命张力。与娱乐圈普遍推崇的纸片人风格相比，这种真实、健康的身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2026年3月9日晚，香奈儿2026秋冬系列的发布会在巴黎大皇宫圆满落幕。王一博作为品牌的全球形象大使出席，而谷爱凌与张钧甯则作为特别邀请嘉宾，共同坐镇了头牌冠秀席位。在大秀谢幕后，三人自然互动并即兴合影，媒体发布的现场生图迅速席卷了各大平台，三人高密度肌肉感组合的标签一夜之间刷爆了社交网络。王一博当天以一头微卷发亮相，外披一件长款米白麂皮风衣，整体气质兼具少年锐气与成熟稳重。这件风衣出自香奈儿2026高级手工坊系列，首次在亚洲公开演绎。风衣的经典菱格纹工艺与柔韧亲肤的材质相得益彰，王一博并未刻意摆拍，只是随性地倚靠着，便完美诠释了品牌强调的自在中的考究这一核心理念。作为香奈儿长期合作的东方面孔代表，王一博一直擅长将高定的语言转化为个人的独特表达。他的体态如松树般挺拔，眼神沉静内敛，无需繁复的配饰或夸张的动作，便能撑起整套造型的叙事逻辑。而他舞者出身所带来的肢体控制力，让这件长款风衣在他身上显得既利落又不失流动感，呈现出独特的轮廓。谷爱凌的亮相同样引发了众多观众对其风格转变的关注。从早年冬奥会赛场上的青春跃动，到如今展现出的沉稳干练气场，她的变化显而易见。她的妆容和发型都做了调整，而海外生活经历也使她的审美更加国际化。
当她站在人群中时，轮廓立体，下颌线条分明，东方的辨识度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具欧美范儿的冷峻气场。她穿着一套黑白提花粗花呢套装，精准的剪裁完全贴合她运动塑形后的身体曲线，肩颈的延展度与腰臀的比例尽显无疑。她的眼妆浓重，眉峰凌厉，昔日少女的清澈眼神已变得更加深邃笃定。许多老粉都表示差点没认出来，张钧甯依旧是稳稳守住状态天花板的女神代表。42岁的她，肌肤依然饱满，身形匀称，岁月的痕迹几乎无法从她的面容和体态中寻觅到任何痕迹。张钧甯，这位被媒体誉为台湾气质教科书的演员，选择了一件黑色修身长风衣，搭配极简短发，正红色的唇膏恰到好处地点亮了整体造型，展现出一种沉静但不可忽视的力量感。她依然坚持晨跑已有17年，辅以拳击、普拉提与核心训练等多元运动体系，保持低体脂率与高肌耐力。她没有浮夸的装饰，靠的仅仅是挺直的脊柱、舒展的肩线和从容的神态，便让极简主义焕发出了令人信服的高级感。在与新生代艺人同框时，依然毫无违和感。与3人同场冠秀的韩国女艺人 Jennie， 其造型选择则引发了广泛讨论。她大胆尝试了完全贴头皮的大光明发型，暴露出额骨、颧弓与下颌角的结构。对于颅顶高度、骨骼支撑力及皮肤紧致度的要求极高，而她的骨箱条件未能完全驾驭这一造型，视觉上略显扁平，削弱了她精致的五官优势。在服装方面，她穿着一套镂空透视感强的套装，内搭设计前卫且大胆，完全跳脱了香奈儿标志性的典雅风格。整套搭配缺乏质感过渡和层次呼应，与其他嘉宾呈现的克制美学形成鲜明对比。这张合影的曝光并非偶然，而是多年深耕与自我锤炼的结果。王一博早年以唱跳偶像身份出道，凭借扎实的舞台功底积累了首批忠实粉丝。之后，他涉足影视剧、职业赛车、编舞指导等多个领域，每个赛道都力求做到专业级水准。与香奈儿的合作关系始于2019年，从品牌挚友逐步晋升为全球形象大使。他的时尚表现力和日益成熟的公众形象，为他在香奈儿巴黎大秀上的频繁亮相奠定了基础。他常年维持高强度的舞蹈训练与专业赛车体能储备，体脂率常年控制在健康区间的下限，肌肉密度与线条流畅度兼备，这使得他能够轻松驾驭各种廓形复杂的高定服饰。谷爱凌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中摘银，凭借自信的笑容和硬核的实力突破了圈子，走红国际。此后，她顺利登上了国际时尚舞台，成为 LVMH 集团、Tiffany U0026 Co. 等顶级奢侈品牌的合作对象。她的身体形态兼具爆发力和协调性，挑战了传统时尚界对单一纤瘦审美的束缚。从 Vogue 封面大片到米兰、巴黎时装周后台，她频繁亮相。体育基因与时尚触觉的双重加持，让她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的辨识度。尽管近年来她主要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学业，并参与国际赛事备战，她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方式逐渐趋向欧美主流，与国内观众印象中的爱笑爱闹的邻家女孩形象渐行渐远。张钧甯在演艺圈始终以自律标尺著称。她自2007年起坚持每日清晨5点起床跑步，风雨无阻至今已逾17年。同时，她还系统地研习巴西柔术、空中瑜伽与功能性力量训练。42岁依然拥有媲美20代末期的柔韧度与代谢活力。她的时尚哲学始终是少即是多，拒绝盲目追逐潮流，专注于用剪裁、面料与自身状态来构建专属风格。凭借稳定的优质形象，她多次入选 Elle Harper's Bazaar 年度气质女性榜单。尽管身处更新迭代极快的时尚产业，张钧甯凭借独树一帜的知性御姐气质，赢得了稳固的席位，
成为了中生代女星中公认的抗衰典范和状态标杆。毫不夸张地说，这张合影一经释出，立即引发了全民级热议。多数网友一致认可王一博与张钧甯的表现，前者被赞把香奈儿穿成了呼吸感的艺术品，后者则被誉为中年女性可以活成的样子。两人用真实的体态回应了大众对高级感的深层定义。至于谷爱凌的形象转变，舆论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欣赏她日益坚定的眼神与更具掌控力的气场，另一部分人则怀念她初登国际舞台时那份未经雕琢的鲜活灵气，认为当前风格虽具冲击力，却略失了她原本独特的个人印记。Jennie 的造型引发了更多批评声音。许多网友指出，大光明发型放大了她面部比例的局限性，尤其在高清生图下，效果显得更加局促。而透视装束虽具视觉刺激性，却牺牲了香奈儿所应传递的隽永韵味，严重不符合她行走的香奈儿美誉。甚至有资深造型师直言，骨香基础决定了发型的上限，强行突破反而适得其反。截至3月10日下午，王一博、谷爱凌与张钧甯的相关话题仍稳居热搜 Top 10，多家国际时尚媒体也对此组同框进行了专题报道，评价其展现了东方女性多元而富有生命力的当代时尚表达。值得注意的是， Jennie 的造型在韩国网和中文社交平台上的反馈截然不同，韩媒更关注她打破固有形象的先锋意识，而国内用户则更强调造型与本人气质、脸型、职业定位的匹配度，主张风格服务于人，而非人迁就风格。这场由一张合影引发的时尚思潮，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审美主权的集体对话。不同的审美需求和偏好并没有高低之分，每种风格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无论是经典优雅、突破边界的实验精神，还是青春灵动的气息，或是成熟稳重的力量感，每种美都值得尊重。而王一博、谷爱凌与张钧甯的成功突破，靠的并非华服堆砌或滤镜加持，而是日复一日对身体的敬畏，对时间的珍视，对自我的诚实打磨。真正的时尚高级感，从来不是橱窗里的冰冷陈列，而是健康体魄托举出的精神丰盈，是自律习惯滋养出的从容气度，是由个性底色支撑的独特光芒。当力量取代苍白，活力替代倦怠，真实盖过修饰，那种打动人心的美，才真正拥有了温度与重量。在今年巴黎时装周的众多瞬间中，香奈儿2026秋冬大秀后台的那张合影，几乎可以说成为了最具传播力的一帧画面。而在这幅画面里，最先抓住视线的，毫无疑问是王一博。如果说时装秀是一场关于服装与身体关系的叙事，那么王一博在这场秀里的表现，更像是一种近乎电影镜头语言的存在，克制、精准，却极具张力。从造型上看，他当天的微卷发与米白色麂皮长风衣形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既有少年的锋利，又隐约带着成熟气息。这件来自香奈儿高级手工坊系列的风衣，本身拥有极强的结构感与品牌标志性的菱格纹工艺，但真正让服装火起来的是穿衣的人。王一博并没有刻意摆出夸张的时尚姿态，只是随意地倚靠在那里，肩线舒展，背脊笔直，整个人像一棵挺立的松树。那种自然流动的气场，让衣服不再只是奢侈品，而变成了一种有呼吸、有节奏的视觉叙事。如果从电影评论的角度来看，王一博的魅力恰恰在于这种无声的控制力。他并不依赖复杂的装饰，也不会通过过度的情绪表达来争夺镜头，而是通过身体本身去完成表达。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舞者出身的背景。舞者对于重心、线条与空间的敏感，使他在任何镜头前都拥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镜头感。长风翼随着他身体的微小动作轻轻摆动，轮廓既利落又柔韧，就像一段慢镜头里的动态雕塑。在这张引发热议的合影中，与他同框的是自由式滑雪冠军谷爱凌以及演员张钧甯。
三个人站在一起时，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视觉结构：力量、优雅与克制。谷爱凌身上的运动爆发力，张钧甯的成熟沉静，与王一博的年轻锋芒，形成了一种极具层次感的对比。尤其是在高清生图中，三人的肩背线条和腰腹比例都极为清晰，这种真实而健康的身体状态，与娱乐圈流行的纸片人审美形成了强烈反差。但即便在这样的组合里，王一博依然显得格外突出，并不是因为他刻意抢镜，而是他的气质本身具有一种天然的镜头磁场。他的眼神是沉静的，甚至带着一点克制的疏离感。这种表情如果放在电影镜头里，往往意味着角色内心深处隐藏着某种未被说出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时尚表现力总带着一点叙事意味，不像是在展示服装，更像是在演绎一个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成为香奈儿长期合作的重要东方面孔。自2019年与品牌建立联系以来，王一博逐渐从品牌挚友成长为全球形象大使。他并不是那种单纯依赖流量支撑的时尚明星，而是通过持续的形象塑造与个人气质的成长，让自己逐渐成为品牌叙事的一部分。香奈儿强调的自在中的精致，在他身上往往表现得格外自然。如果仔细观察他的体态，就会发现一种极为难得的平衡，肌肉线条清晰，但并不夸张，身形修长却不显单薄。长期的舞蹈训练与职业赛车体能训练，让他的身体既具爆发力，也具稳定性。这种身体结构对于高级时装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因为复杂的廓形可以被很好的支撑起来，而不会显得僵硬。相比之下，另一位同场冠秀的韩国艺人 Jennie 则因造型选择引发了不少争议。她大胆尝试了贴头皮的大光明发型以及透视感极强的服装设计，这种极具实验性的搭配在视觉上确实具有冲击力，但在香奈儿一贯强调的优雅语境中显得略微突兀。许多观众认为，这样的造型更像是一种先锋时装实验，而不是与品牌气质高度契合的表达。而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之下，王一博的表现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他没有过度强调个人存在，也没有通过复杂的造型制造话题，而是用一种极其克制的方式让整套造型成立。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在穿衣服，而是在理解衣服。在电影评论中有一句经典的话：真正优秀的演员会让观众忘记表演本身。王一博在时尚领域的表现，某种意义上也接近这种境界。当观众看到他的时候，很少会先想到这是某个品牌的衣服，而是会先被整体气质所吸引，然后才慢慢意识到服装的细节。或许正因如此，这张简单的后台合影才会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它并没有复杂的布景，也没有刻意安排的灯光，却在无意间呈现出一种极具生命力的东方时尚图景。而在这幅图景的中心，王一博像是一条稳定的叙事轴线，既年轻又沉稳，既锋利又克制。真正的时尚从来不是短暂的视觉刺激，而是一种与时间共同成长的气质。当流量、造型和话题不断更替时，能留下来的往往只有一种东西：个人的风格与自律的积累。而王一博之所以能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一次次被记住，或许正是因为他把这些看不见的东西都悄悄写进了自己的身体语言里。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